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不是你家的机器有问题，是我的喉咙有问题哦，很抱歉。作为一个主持人，没把自己喉咙照顾好，这非常不专业，所以真的要跟大家致歉一下。不过大家就当作是中年大叔为这个民主自由呼喊，然后声嘶力竭而产生的现在的状况哦。那也许这样子稍稍会让你觉得说，我们很努力哦。那其实我们最近在讨论，不只是所谓的美中台三方，在最近我们发生，应该可以加美中台日四方哦。那前一阵子哦，菅义伟有机会到白宫，也是我们所有这个各国元首第一次有当面到白宫跟拜登碰面哦，他们也发表宣言，特别的是他们提到了有关台海稳定相关的字眼，当然就引起大家许多的关注跟讨论，觉得说哇，是不是我们谈到了这个美日哦，未来有些保证对台湾台海稳定的承诺，当然后来又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我想这事情值得我们好好来关注一下。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我们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我们明居正老师，明老师你好。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老师，我想距离上一次哦，这个美日特别提到了这个有关在台湾台海的部分，大家追溯到1969年11月的时候，那时候当然在整个联合声明的部分有提到了，就是希望原来保护中华民国台湾哦。那当然大家就觉得现在因为环境整个一个巨变之后，走到现在我们看到又重新过了这么久之后，又同时美日的首脑，然后又针对台海的部分又发出一些呼吁，有人就说，这个有很大的一些意义哦。到底当时1969年跟现在，老师你自己看待那个环境氛围跟背景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当然有个很大的不一样，我想大家都记得很清楚，尤其我们这年纪人都记得，当初是美苏冷战，简单说就是美国认为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集团对国际的和平、安全跟人类的福祉呢造成根本威胁，所以必须对付共产集团。但是大概在60年代末期、中期到末期60差不多64、65开始呢，苏联开始这个努力建造它的核子武器。所以在这个战略空军也好，然后在这潜艇也好，跟着陆基弹道飞弹也好呢，3个方面呢都大幅强化。所以当时美国非常担心，在这个氛围下面呢，尼克森当选总统。所以尼克森当选总统之后呢，当然首先面对这个苏联的问题。可是当时美国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小的麻烦，不是特别大的麻烦，就是越战。美国一方面呢要应付苏联，另外一方面呢要准备打越战。那越战呢打到美国，等到尼克森上来的时候呢，应该叫做精疲力竭、民穷财尽。他做梦没有想到，在这么小的地方呢会打得这么惨，美国国力居然耗损的这么严重。所以，美国虽然坚决反共，但在他看起来呢，苏共的威胁比较大，其他威胁比较小。所以在冷战时期，我们过去讲过嘛，冷战时期当时美国采取是围堵政策，那么围堵呢就把这个亚洲地方呢就把日本、台湾、菲律宾的这都连起来了，然后一直延伸到中南半岛，这样形成一个岛弧呢，形成一个围堵圈。希望就是说共产主义像病毒一样呢，自己人在内部烂掉，然后瓦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呢，请各位注意啊，在1969年的时候，中华民国跟美国呢是有邦交的，中华民国跟日本是有邦交的，中华民国呢跟美国是军事同盟，然后在这个防堵圈上头，这是一个背景。等到我刚刚讲说，苏联的核子武器大幅上升，然后对美国形成威胁，美国一方面呢又要应付越南战场，一方面呢要应付苏联。所以最后尼克森想说，那我得专心应付苏联，所以越南战场我必须撤出。那么准备撤出越战，一个想法就是我必须跟越战后面那个家伙打交道，那个家伙就是中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尼克森想说，我如果把苏联当作第一敌人，就不能把中共也同时当作敌人。所以尼克森想法开始松动了。尼克森想法松动呢，在他竞选之前竞选之前呢，而他当选之后就开始落实政策。那个时候日本还是坚决反共，那么既反苏共也反中共，所以对日本来说，如果反中共的话，台湾就很重要。所以因为尼克森当时还没有说我要拉拢中共去反苏共，那尼克森是全面反共。
然后日本呢是坚决反对中共，然后再来是反对苏共，所以双方在美国跟日本双方呢，在反共问题上有个最低的共识，就是我们要反中共。好，那个时候呢，那1969年。所以尼克森虽然有说跟中共改善关系的想法，但是没有任何动作，日本也没有看到任何迹象，双方在那时候都以反共为直至。那么当时没有大家区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反苏共也反中共，既然反中共的话，台湾就很重要，台湾对美国重要，但台湾对日本尤其重要，所以就有了那段话。所以在1969年的时候，当时讲说要保卫台湾什么等等。好了，等到这个后面这个69、70呢，苏联的这个核子武器呢更加进步，对美国威胁更大。尼克森这时候想清楚了，他说：“那我得真的要去解决苏联，所以要解决苏联，我就必须退出越战。第一呢，慢慢恢复经济，休养生息；然后第二呢，要改善跟中共关系；第三，我说不定可以挑动苏共跟中共窝里反，让共产主义打共产主义。所以尼克森有这想法之后呢，就跟他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商量。国家安全顾问是谁呢？我们叫季辛吉，大陆叫基辛格。那么就跟他商量。基辛吉呢对亚洲是不太了解的，然后对这个中国呢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临时找人跟他上课，恶补完之后呢，然后他形成了观念。他的观念非常简单，他回到19世纪的欧洲。什么叫19世纪欧洲呢？就是不是单是英国跟俄国对抗那时候没有苏联，不是英国跟俄国对抗，而是多国竞争的局面。因为是一个多国竞争局面，所以英国所受到的俄国压力呢就被分散了。所以他的逻辑是这样。所以基辛格说，那我们可以想办法把现在的这个美国跟苏联对抗呢搞得复杂一点点，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一部分苏联的压力分到别的国家身上去。尼克森就问说，那譬如说谁呢？譬如说中共。比如说中共，那为什么中共呢？因为中共跟苏联在1969年的时候发生过冲突，他们有过3月份有过这个珍宝岛的冲突，然后8月份呢有新疆的冲突，新疆的铁列克提冲突。中共跟苏共呢冲突，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把矛盾再加大一点点，让他们彼此冲突，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拉拢中共，这样的或许可以把一部分苏联的压力从我们身上转到中共身上去。尼克森听说很有道理，好，那我们来推动这计划。可是当时美国社会里面反共的氛围非常强，反中共的氛围也非常强，所以当时推动这政策还不能大张旗鼓的推动。那怎么推动呢？第一，要瞒住国务院，因为国务院是不赞成这计划的。第二呢，要瞒住几乎大概高层所有人，所以最后大概呢，美国政府圈里面大概不到10个人知道这个秘密。那么就是尼克森要跟中共打交道的这个想法，大概不到10个人。好了，那么他就开始运作，最后呢就跟中共私通款曲，然后最后呢决定说派基辛格去秘密访问大陆，所以那个时候是1971年的事情。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问完大陆，然后回到美国去，然后7月份才公开，然后就是美国跟中共同时公开这件事情。公开之后呢，全世界都震惊了，说哇这么大一个变动，美国要修改它的对华政策，即便不是翻转两边的承认，但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好，那么这么一来之后，消息曝光，就出现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当年这个下半年开的联合国会议之后，中华民国被赶出联合国，因为大家准备让中共进来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日本。日本是一个比较投机的国家所以在国际上面，那么一旦碰到这个问题，他就仔细想说，那如果美国跑得这样快的话，我是不是要抢在前面呢？所以当时田中角荣立刻紧急宣布说，我跟中共建交，所以我们称为田中震撼。那么所以一眨眼之间呢，这个对台湾来说，对中华民国来说呢，风云变色。这么大的我最大的盟友美国，虽然还没有背叛我，但是已经跟我最大敌人暗通款曲，而我竟然不知道，它造成多大伤害我也还不晓得，后面还有什么发展我也不晓得。第二，我在亚洲的一个最大的支柱日本，他居然跑去跟中共建交了，那么背弃我们，所以我们当时骂田中呢骂得非常凶。那后来的结果呢，我们长话短说，就是这么一来呢，导致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后来美国为了对抗苏联，然后去拉拢中共，所以基本上美国跟中共合作了40年，一直到川普时候呢才扭转这个政策。对，刚刚老师所说的部分，我想也延续，很想要再细问追下去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整个从1969年到目前看起来2021年，整个国际情势当然有非常大的转变哦，特别在这一次哦，这个美日2个元首宣布的时候，不只是台湾啦，我想在日本他们自己内部也有许多的一些讨论。虽然后来菅义伟首相又踩了一点点刹车，但大家都很好奇。同样的，除了刚刚我们所谈到的时空环境背景，当时除了我们刚刚知道直接国家本身的一个角色以外，大家也对于当时一些国际情势下，这个美国跟日本哦彼此之间的一些关系的一些状况，对这段历史的部分，我想也会非常的有兴趣啊。老师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做一下说明跟介绍？好，那所以差不多就接续刚才的故事了，就是美国跟苏联呢就打冷战，是。那么冷战最尖端的部分，当然它是一个全面的对抗，不过当时有很大差别哈，我们等一下后面是没有机会详细讲。苏联跟美国呢是2大阵营，然后呢，美国不但是一个民主自由阵营，它同时是一个资本主义阵营。苏联呢是一个一党专政阵营，同时呢它是一个共产集团阵营。这2个阵营经济上是没有什么来往的，经济上是各玩各的。你那边有一个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简称经互会，然后这边呢有一个这个共同市场，有欧洲共同市场等等。所以这边玩这边的，这边玩这边的，所以双方呢经济上没什么来往，也就是双方呢没有太多社会上什么其他部分的纠缠，这跟今天情况不一样。我们等会来说。好了，那我刚刚提到，我说美国为了对付苏联，所以拉拢中共。那么为了拉拢中共，为了使得中共在苏联眼里面看起来像是一个可信的敌人。什么叫可信敌人？就是够强大，我相信他会成为敌人。所以美国看中共就说你太弱了。在苏联眼里面，他不太像你是敌人，所以我把你打造成一个比较像样的敌人啊，苏联的敌人。怎么打造？我加强你的力量，所以我在军事上面、在科技上面、学术文化各方面呢，我加强你。实际上就是，当然后来再过几年，卡特不是跟他们建交了吗？卡特跟中共建交以后，卡特对中国开了许多绿灯，很多研究室、很多研究计划呢都对中国开放。包括很多军工产业跟很多基础研究呢，都帮助中共，甚至帮助中共建立实验室，所以已经帮到了很根本的部分。然后呢，大概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卡特当政的时间，就开放了很多大陆学生到美国去读书，我就碰到了第一批人。然后呢，又开放了开了很多奖学金。让那些更年轻的大陆学生呢一批批到美国来，所以美国当时想法说，让这些中国大陆的这些精英都受到美国跟西方的民主政治冲击，那么他们将来呢就会接受民主政治。这是个善良的想法，但并不完全成功，大概是成功了一半，失败了一半。各位看到现在在中共政权里面高官当中呢，有些当年是在美国学习过的。譬如说习近平，习近平当时是一个地方上的官员，然后曾经在美国的农业州待过一段时间。他不是去学习，他去当地蹲点交流啊，然后看他们农业发展等等。但是的确有很多同学呢在那边读书，而且跟我们都还是不错的朋友。现在在大陆上呢正在当高官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相见呢恍如隔世。那么现在回到刚刚的故事了，所以当美国大力帮助中共去建设经济、军事各方科技的力量的时候呢，中共力量的确慢慢起来了。好了，那么在这希望说拉拢中共去制衡苏联的想法呢，产生了有限的效果。但另外一方面，中共的经济开始爬起来了。中共在80年代得到美国跟西欧各国的军工、科技乃至经济跟金钱的援助，中国经济开始快速起飞。到了这个1989年的时候呢，爆发6·4事件，美国当时还得犹豫，说我到底是要制裁他呢，还是要干什么？最后决定，美国说我制裁，但是后来还是开放了。但是欧洲的制裁基本还没有，军工制裁还没有打开。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呢，中共的经济呢开始慢慢起飞。等到大概1991年苏联瓦解之后，大家就决定说，大家是犹豫说，我对中共到底怎么样？想了几年，还想说，那还是维持原来政策，继续跟他交流，希望透过交流让他能够民主化。
好，那么也没有完全成功。到了2001年，大家想说让中共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当他跟国际社会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然后这越缠越深的时候，他经济发展越来越进步，然后中产阶级开始变大的时候呢，说不定他会民主化。好，那怎么落实这件事情呢？把他拉进世贸组织，拉进国际世贸组织，就 WTO。好，前面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的会谈，最后呢，我们要进 WTO 了，然后中国进 WTO 了，我们的条件是绝对足够了。但因为中共阻挠，中共说我要比他早一天进去，所以中共硬是抢在我们前一天进了 WTO， 把我们挤到后面一天去。那其实我们早就可以进去了，因为中共大家看看地图就晓得，大陆是台湾的面积是267倍，所有人在考虑对华政策的时候，先考虑我对中国大陆是什么政策，再决定我对台湾是什么政策。到今天为止都是如此。好。那么，当这个西方各国决定说把中共拉进世贸组织，然后希望说透过经贸发展让它民主化。好，那么中共经贸呢，因为进入世贸组织之后，的确大幅成长。但是大家非常惊讶，发现说它虽然进了世贸组织，虽然经济成长了，但是并没有出现民主化。这个原因将来我们再解释。中共不但没有民主化，而且中共反而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渗透进了国际的各个组织。第一，他当然进了联合国；第二，进了联合国里面，他抢占了比较高的位置。然后呢，他计算的非常精到，因为中共玩这东西很会玩，他计算非常精到。联合国底下有很多附属组织。很多附属组织很关键啊，什么民航组织啦，世界卫生组织啦，气象组织啦，什么等等很多组织或刑警组织，很多组织很关键。对于中共呢，控制国内人民，乃至控制国际上的这些事件呢，或者什么流动乃至金钱流动呢，都有帮助。所以想通之后呢，他就大量训练他的国际人才，让他们渗透进这个国际组织里面去。所以有多个世界的国际组织，他的负责人、他的主席或者秘书长，要么就是中国人，要么就副秘书长是中国人，就至少有一个是这样。所以这些关键机构都是如此。各位看这个世贸啊、世卫都很清楚了嘛。好，简单说就是中共在从这个1970年代接受美国的资源，然后慢慢开始这茁壮。到了90年代呢，因为这苏联瓦解之后呢，他这个一枝独秀。到了01年之后呢，还有就进了世贸组织，然后利用了各种各样资源，它成长更快速。中国自己讲，他参加世贸组织这么多年下来，他的经济实力成长9倍，不得了哎！这么大一个基体，哪怕他原来非常穷，但因为他基底大、基数大，所以成长9倍那是非常可怕。所以后来那几年就看他连续超过意大利了、法国了、英国了、德国了、日本等等，然后现在变成世界第2位。当他有钱之后，当他这个经济实力雄厚之后，一方面运用经济实力压迫世界各国，二方面运用手上资源开始全球渗透、收买、统战，目的很简单。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把我共产主义推到全世界，我要掌控全世界、全人类。我们说，当年美国跟苏联对抗的时候，美国很紧张，因为苏联有很多核子武器啊，苏联在战略上各地方跟美国竞争，美国觉得压力很大。中共做法不一样，中共比较阴柔，我不太在表面上做，我大部分在底下做。表面上你看到很少啊，南海啦、香港啦、钓鱼台，你看到的很少，但底下我做的非常多，包括渗透美国在内。当年苏联也渗透美国，但是渗透成效远远不及中共。中共的效果非常好，为什么？中国手上有很多钱，很多人看到钱之后膝盖就软掉了，就站不住了，然后就开始摇晃，之后就倒下来了。我或者用金钱，或者用美色去收买，最后呢，全世界呢，那基本上我就可以说望风披靡。是，所以大这一次呢，我们不是说美日签联合声明嘛？简单说，美国跟日本呢看见中共威胁，认为说中共过于自信，可能会打台湾。那么如果失去台湾的话，我们过去讲过，日本跟美国呢都会受到很大威胁，所以必须嚇阻中共。菅义伟的后退呢，基本上是因为
面对中共压力太大，他一下挡不住，他想清楚他得回来，如果不回来的话，他会非常危险。是，我想大家可以提到，像美日哦，老师各位提到说，台湾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之前在其他节目也有聊到几个面向，就美国有人说了，他保护台湾除了第一岛链战略自己本土的安全，有人说也有一点为了民主自由价值。日本的部分跟台湾因为经贸关系往来的关系，假设哦这个真的台湾一旦被中国给攻击或者是占领的话，那个可能对日本产生的影响还不只是价值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也有点有趣，大家就针对这个部分来做一些不同角度的思考。当然啦，还是有很多人说，菅义伟说了不会啦，美国不会出手帮你。可老师，你认为非得要也应该要，搞不好还要更早出手？为什么老师会这么认为呢？所谓出手是这样哈。出手就有2种解释，比较多的出手呢就出兵打仗，是比较少出手是嚇阻战争，这2种不同的出手方式。现在大家一跳就跳到打仗去了，其实坦白说，美国不想打仗，日本不想打仗，中共也不想打仗，打出来中共野心很大，对，野心很大。但是我常常开玩笑讲，我说有的时候侵略者非常爱好和平，为什么呢？我如果能用和平方式达到我要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打仗？一样的道理。好，那现在回到台湾，为什么美国跟日本都认为说台湾对他们这么重要？第一，台湾地理位置，台湾地理位置紧邻大陆，然后它具有非常优良的战略地位啊，这个我们不用说了，大家都很清楚了。第二，台湾对日本也好，对美国也好，经济上的这个重要性非常高，对中国大陆经济重要性当然很高，毫无疑问。但是台湾一个地方占日本1年大概1/10到1/5的收入，这是惊人的数字。反过来说，一个国家如果一眨眼丢掉1/10到1/5的收入，你看这个国家经济会怎么样？很严重的。而台湾在这段时间呢，这个护国神山的故事大家都了然于胸了，我不用再讲了。所以简单说，台湾对日本、对美国乃至全世界呢，在经济跟在工业生产上呢，都有非常高的重要性。第三，台湾跟大陆同文同种，大家都看见台湾呢，经过了一段历程之后呢，民主化了，走上了世界民主国家前列。当然，我们有很多缺点，我不说我们完美无缺，但是我们毕竟民主化了。对国际潮流来说，台湾走的路是正确的，所以大家期望说台湾的民主化能够给大陆做样板。简单说，大家都晓得共产主义是威胁，如果中国大陆民主化了，大概是全世界最大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希望台湾能扮演这个角色。而如果中共崛起，然后压了日本又压了美国，最后把台湾吃下来了。好，台湾吃下来，如果日本跟美国没有任何回应，或者回应不利的话，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很简单，世界各国望风披靡。首先是亚洲各国呢倒向中共，那日本呢，如果要么就倒，要么就孤立。第二，美国恐怕必须退出亚洲，然后中共开始呢向全球进军。当中共开始向全球进军的时候，会出现很严重的财政经济上的后果。简单说，就美元的地位会大幅下滑，甚至会崩溃。各位想想看，美元如果崩溃的话，世界经济会怎么样？第二，对美国的财政会怎么样？所以现在呢，中共的这种扩张压力这么大，美国跟日本看懂之后呢，它不是要打仗，它恰恰好是要避免战争。避免战争的方式，他们的联合声明讲得很清楚，我就是必须嚇阻战争。所以我们现在站出来，用言语跟行动嚇阻战争。所以目的呢，不是引爆战争，恰恰是不引爆战争。现在台湾里面很多人呢，把这个事情整个看错看反了。他们说啊，美国、日本不安好心，把台湾推上去，然后上战场，拿台湾当炮灰。你们刚好看反了。美国跟日本这样做，恰恰好是嚇阻中共不敢爆发战争。如果美国跟日本这边再软一点点，中共再多来几次，你看会怎么样？一口把台湾吃掉的话，美国跟日本连救都来不及救。那或者战争或者不战争呢？那不管怎么样，台湾都解决了。这就为什么52年之后，美国跟日本呢要重新提出跨海峡地区问题的这个重要性。是，当然老师刚刚解释，我想非常的清楚哦。另外一个部分是过往我们也谈到，中国当你必须说它很聪明，它让大家从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断的去做一些扰动，把台湾问题变成是内部的问题。所以许多西方的资华派甚至内部会自我设限。我想过去我们在许多国家都面临到这样的一些状况。
有的是中国从中作梗，有的是大家这些政府单位怕惹上麻烦之后自我设限哦。那对啊，台湾问题变成是一个红线，显然这应该是中共原来他的策略跟计谋。老师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发展状况？对，中共说台湾是红线，我们都讲过很多次了。事实上，中国过去讲的话呢，大概从1949年之后就开始讲到现在，那也没什么奇怪的。那当然上一次就是阿拉斯加会议嘛，那个杨洁篪不就狠狠又说了一次了吗？啊，说是红线什么等等。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布林肯也说台湾是红线了，是，对，是。布林肯说台湾是什么新疆、西藏，然后香港这问题，我们也非常关切啊，什么等等，那不也画红线出来吗？然后我们上提到，我们说现在在那个 Tufts 大学当法律学院院长，然后原来的那个北约的最高指挥官 Stavridis 不是也画出红线？红线里面也包括台湾了。所以换句话说，大家看到这是红线。中共说台湾是红线，美国跟西方也说台湾是红线。换句话说，你的红线就是我红线，那现在怎么办？凭实力嘛，是不是这样的？当然，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在国际政治上面，凭实力是一个很重要一点。还有一点是要讲道理。什么叫讲道理呢？我们说中共讲话没有道理，为什么没有道理呢？中共讲的话跟他信奉的价值观违背世界潮流。我们为什么说民主政治世界潮流呢？过去我们在节目上简单讲过，我们现在一句话讲完。当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商社会之后，社会开始多元了。因为多元呢，单一的政党、单一的政治领袖没有办法解决内部的多元的矛盾，所以必须由不同的政党互相折冲尊主，然后就决定说啊，我们大家接受的底线在哪里？这种呢是个妥协的政治，所以民主政治呢是一个妥协的政治，当然没有办法真的明确出来说啊，一定这样子或一定那样子。而中共不是，中共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是我说了算的一个这么一种政治方式，它是没有妥协的。那你说他的决定都很正确，那也未必。那如果他决定都很正确，那我们就服了。但重点不是这样，重点是因为现在这社会太过复杂，他没有办法一下平衡所有人的政治、所有人的利益，所以最后他的做法是什么呢？他基本上照顾他的利益，中共照顾共产党的利益，会牺牲大家的利益。这是我们大家觉得它落后的地方，觉得它不吻合世界潮流的地方，所以我们才简单说，我们走到今天，我们看见中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违背世界潮流普世价值，我们是这样论断的。那你自己违背呢？这是中国人难受。但如果说你自己违背不说，你还想把你相信的这套东西跟这套制度推广到全球去，实际上你在做什么事情呢？你在使得人类的文明倒退，你在摧毁人类的尊严。当年纳粹是以武服人，今天呢，你是武跟钱跟各种阴险的手段呢，去从内部去蚕食人，然后去破坏人心。所以台湾是红线，其实我也蛮赞成的，但我得再往下讲一步。台湾是红线，中共是黑线。大家不要以为台湾问题解决就没事了。如果把台湾丢给中共，世界看起来没有了台湾问题，但有一个更大的中共问题。我再说清楚，中国不是问题，中共才是问题。中国存在世界上几千年，对人类贡献非常大，真正对人类造成伤害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中国。所以大家必须看清楚：第一，中共不等于中国；第二，真正对人类造成威胁的不是中国，而是共产主义。所以台湾是红线呢，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大家得认清楚，中共是黑线，这个黑线才是我们全人类必须反对、必须消灭、必须战斗的对象。的确，我们老师刚刚提到1969年到2021年哦，这个50多年的时间好慢哦，我觉得欧美好像在最近才看慢慢醒过来，对，慢慢醒过来，花50年醒过来，比睡美人感觉还久一点哦。那但总是大家开始发现中国的不良善了，让我心中也突然这个唤起我那个以前服役年代，最后这个晚点名会喊口号，会喊消灭万恶共匪，解救大陆同胞。我觉得现在听明老师讲，还不止要解救大陆同胞，我觉得还真的是全球的同胞都有灾难，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再努力哦。今天很谢谢明居正老师清楚帮我们来解析这段期间美日为什么后来对于或欧美对于中国这样的中共对不良善的部分的一些看法，我想有许多的一些内容都值得我们再持续再做一些深度的探讨。但今天明老师已经很清楚把这个脉络告诉大家，就可以知道说中共的确养虎为患你把它养大了，最后反咬你。而现在呢，就是
欧美觉醒的时候，那我们很开心看到美日至少有一些警觉哦，但是不是真的大彻大悟？我想我们还要再加油，不断的去说。今天再次感谢明居正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